中国最近宣传的白菜价导弹，他们的真实战斗力如何？面对万弹齐发的饱和攻击，驻日美军的三大应对措施是什么？我是大卫，欢迎来到大卫军情局。今天10月29号，最近的国内媒体都在热议一件事儿，简直是各大平台的首推刷屏。他们讲的是有一个叫凌空天行的民营企业，他们用手搓的方式，10万美金一枚，折合人民币70多万，它就能生产一枚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一听这话很多人觉得太诧异了。为什么呢？如果真的低到这个水平1万枚没问题，以现在的军费水平那问题是如果真正的万弹齐发，现在所有的拦截系统都顶不住。结果呢，就是小粉红集体又高潮了。这收复台湾呢，指日可待因为最担心的仍然是日本、美国的干预，因为他们非常关注驻日美军130多个基地上百架的先进战斗机，这对于现在的中国军力形成了强大的威慑，不让你轻举妄动。如果说他们手里有1万枚这种低成本的导弹，那还怕什么呀？直接就干了。今天我想从2个方面来分析一下，到底这个战法呢是否可行。咱们先看一下新闻来源，无论是凤凰网、搜狐、网易都在热炒这件事儿，这就说明官方是故意放这个消息的，那给大家爽一下。他提到3点，第一个呢，那叫做用水泥替代防热层。高超音速导弹在高速高温状态下，金属都有可能融化。他想那个办法呢，叫平替，用特种水泥替代那个头。第二个，他用淘宝的摄像头替代导航的那个目标寻敌系统。第三个呢，用民用和工业级的轴承替代那些军用的高精度的转向系统。他说这种导弹可以在飞行中实现什么机动变轨，而且据他讲的视频试射成功了1枚。你要光听这些数据你以为绝对可以做到1枚10万美金是可以的。但问题是咱们先从技术手段给你来分析。咱们先说第一个吧。就在昨天，俄罗斯发射了1枚火箭，失败了，飞上去10秒凌空爆炸，然后冒出来都是紫色烟，说明什么？燃料泄漏导致呢这个爆炸。连俄罗斯这种军用级的它都出现这种情况，你那种水泥的就不担心这个问题吗？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说实际上驻日美军包括日本的军队，为了应对这种措施，它早就有了应对的方案，它不是今天，前几年它就有。因为实际上通过情报显示，中共确实是在大力的发展加紧生产高超音速导弹，这个从2022年就已经在开始筹备了。那他们的措施是什么呢？简而言之3条。第一个，你不是饱和攻击吗？以现有的拦截手段不可能一个都拦下来，他哪怕中共这种低质的手段1/3漏网，那也够他们喝一壶的。现在他提出的方案是目标分散化，然后呢他们也搞了一个叫军民融合。因为中共那个军民融合呢，是民营企业也开始干军队的活儿，而日本和美国他采取的方式是把那些上百架的 F-35、F-16分散。它不光停在这130多个驻日美军基地里，像什么加手纳像什么冲绳像什么普天间不光停在那里，它也停在一些民用的机场。你总不能首先炸日本的民用机场吧？而且它停的不是一家。另外，它把有些导弹呢或者防御系统远程轰炸机分布在了菲律宾和澳大利亚
还有关岛。那你既然说能够做到万弹齐发，你能不能把这个东半球都覆盖了？那我相信老习啊，他没有这个胆量。原因很简单，菲律宾、关岛啊，包括澳大利亚，你会引起世界级的大战的。而这些国家是美国的盟国，可以容纳这些分散的。如果说台海真的有事儿，这些地方一起发动也是强大的战斗力。这是第一个分散目标。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是玩低价呢，我比你更低。国防部提出来的第二个解决方案就是大力的发展高定向能武器，这里面就包括微波武器和激光武器。你这一枚不是$100,000吗？我比你更便宜，我这主要是费电啊和费这个微波。所以说这儿比起来呢，成本啊，那中方反而就不划算了。当然了，这有很多的技术门槛需要逐渐的去攻克。那第三个可能更加的有效，就是美军认识到，如果中共真的来万弹齐发啊，靠科技手段啊，确实难免有百密一疏的。那我干脆让你的导弹呢飞不起来。他现在列出了中共的指挥部发射车的平台，这些呢提前输入到网络当中，通过卫星分析观察，如果出现异样的集结啊，那这些定点的导弹就先伺候。你只要一飞出来的话，我就先打这些指挥中心、这些导弹发射基地，因为呢，蛮简单的。谁下命令这万大才能齐发呢？我把下命令的指挥所先给你端掉。这三个方式啊，是美军正在执行的方案。那我们再从第二个政治层面来考虑哈，我认为首先啊，对于国内这可能是一个作茧自缚的决定，因为这些没有逻辑思维的小粉红可能真的会相信万弹齐发能够有效，能够镇止驻日美军。但问题是他们信了以后呢，我都担心老习可能自己也信了。我们都清楚啊，就是他的学历啊，虽然说是博士，但他是马列主义与思想政治专业毕业的。他这个博士叫法学博士。有人扒出来他的论文，他论文是讲这个农村的市场化的，跟法律不沾边。所以说这个博士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再者说2002年的时候，他是担任这个浙江省长，省长是提前获个博士。他和老姜不一样，老姜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电子这个博士啊。所以当一个人没有理科思维的时候，学文科的他就容易把自己给忽悠了，他自己有可能信。这个作茧自缚就体现在，那你就要打呀，因为小粉红都想，我们有万弹齐发，你还怕啥呢？你再不打，那你就是卖国贼，你还是怂了，缩了。第二个，这对于台湾来说，这是一个帮了赖清德的忙。因为上一周呢，赖清德提出来，在未来几年，尤其是在2027年，这不还2年时间吗？他要投资400亿美金，采购美方和其他区域的一些防卫措施，这就包括拦截导弹啊，包括主动出击的导弹和无人机系统。因为他发出来以后呢，在野的国民党主席姓郑，他就提出来不行，没那么多钱，如果说都去买军费了，势必会影响台湾民众的福祉。你看，在野党反而在这个反对这件事儿。你看，如果老习提出来，我们现在有万弹齐发，那你还有什么理由反对？你再反对的话，那你就属于是卖台了，那就属于投降派了。对吧？所以这时候实际上是帮了赖清德的忙。第三件事，无论是日本还是驻日美军，也得到了一个加强前线防卫的理由。那对于日本来说，那我们修改宪法，增加这个核武器的这个运输，虽然我不能造，但我在这防备总可以吧？这个美国的核导弹可以在我这放着总可以吧？第二个呢，自卫队升格为日军，日军的经费比现在要高得多了。
那美国也是啊，无价大头当然可以向国会说，你看中共啊可能会成为远超过俄罗斯的头号威胁，它有万弹齐发，我们怎么解决啊？增加定向能武器的研发吧，然后增加斩首的力气吧，增加这个卫星的发射吧，增加情报系统的这个投资吧。总而言之啊，老习在国内的平台放出这点消息，我感觉呢是弊大于利。无论是台海两岸还是全球的军事竞争啊，它往往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然后呢是互相之间矛一顿，不停的动态博弈竞争。这玩意儿啊，没有谁说一定能赢。那关于这件事儿，如果您有自己的看法，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另外一个频道大卫观点今天会讲委内瑞拉现在啊，据说已经开始禁空了，老川真的要动手了吗？如果您感兴趣，请关注这两个频道，咱们每天都有更新。欢迎您打开小铃铛，咱们明天见。